惊人的因果定律。对老婆不好的男人，晚年往往很凄惨，一生难逃这4种现世报。欢迎来到真思国学讲堂，新来的朋友点个免费订阅，祝各位订阅之友财气入户，事业高升，阖家安康，富贵绵长。成年人的一生福报从来不是靠运气堆砌，而是靠日常言行积攒的因果。所有亏欠枕边人的举动，看似逞了一时口舌之快，赢了无谓的家庭争执，实则都是在亲手透支自己的余生福气，拆解自家的人生风水与运势。命理之中最通透、最准验的现世因果，便是亏妻之人终得薄福。但凡常年苛待妻子、冷落伴侣的男人，这辈子基本逃不开4种现世报应。这些报应不会立刻降临，却会循序渐进，渗透事业、财运、家庭与晚年生活。从命理底层逻辑来讲，男人的妻星与财星本为一体，是人生根基所在。妻子为家中阴土，承载一家福气气场，稳住家庭所有的顺遂与暖意。男人肆意消耗妻子的真心与委屈，就是在亲手摧毁自己的人生根基。生活里总有一类拎不清的男人，对外人温和包容，对妻子却百般刻薄。他们对待邻里同事谦卑有礼，对待亲戚朋友尽心相助，从不计较得失。唯独对陪自己吃苦打拼共度岁月的结发妻子，极尽敷衍与冷漠。对外人耐心十足，面面俱到，对枕边人恶语相向，事事算计，分毫必争。这类男人并非愚笨无知，只是心性偏执短视，不懂天道轮回的规律。老辈人流传的命理箴言从无虚言，亏妻一分，福减一寸，现世必有回响。接下来我们就深度拆解苛待妻子的男人躲不掉的4种人生报应，读懂其中的因果逻辑，便能明白婚姻运势从来都是人生的照妖镜。第一种现世报，百财难入，财运常年阻滞，攒不住福气，也留不住财富。命理古籍中明确记载，男人以妻为财，妻安则财聚，妻怨则财散。很多男人疑惑，自己勤恳劳作，却始终财运平平，赚钱艰难，守财更难。究其根本，大多是平日里亏欠妻子太多，阻断了自身的招财之路。家宅的财运气场从来不是靠外物求取，而是靠家人和睦滋养而生。妻子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，掌控着家中大半的和气磁场与福气运势。男人常年让妻子心生委屈，家庭气场便会压抑阴郁，毫无生机暖意。吉祥福气与顺遂财运向来偏爱温暖和睦的居所，厌恶纷争怨气之地。这也是为何刻薄妻子的家庭无论如何打拼，终究难以积蓄家财。知名生活博主上海小鹿子曾亲身印证过这一真实不虚的命理因果。他未涉足直播行业之前，心性狭隘自私，对待妻子格外吝啬计较。夫妻日常开销全程行 AA 制度，从不愿主动为妻子付出半分温情。2人相处矛盾不断，琐碎小事便能引发争吵，家中氛围常年冰冷。每次激烈争执过后，他开启直播工作时，状态都会跌至谷底，面部表情僵硬呆滞，言语表达卡顿迟钝，完全无法投入工作状态。哪怕抓住优质流量机遇，也会因心态失衡，白白错失赚钱的契机。反之，夫妻和睦相处，彼此体谅的日子，他的心态舒展平和，做事顺畅，直播状态饱满灵动，事业运势节节攀升，财富收入也稳步增长。经历多年亲身感悟，小鹿子彻底看透了善待妻子与财运之间的关联。他坦言，善待妻子并非功利求财，而是守住家庭福气的根本方式。男人真心体恤疼爱妻子，让枕边人心生欢喜，家宅气场自然祥和。祥和的家庭气场会滋养个人运势，
让事业财运自然而然顺遂兴旺。周易家人卦中有经典论述：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，是天地大义。男女各司其职，彼此包容，夫妻同心，相守相伴，才是家道兴旺的核心。男人在外打拼立业，女人在内守家安宅，阴阳平衡，方能福气绵长。若是男人肆意打破这份平衡，苛待妻子失尽人意，便是自断财路根基。妻子心生怨气，郁结于心，会带动全家氛围低迷，运势随之持续走低。孩子成长受压抑，家人相处多隔阂，事业求财之路自然阻碍重重。世间所有财富福报，皆喜向阳和睦之地，怨气充满怨气的居所。常年亏欠妻子的男人，哪怕能力出众，机遇良多，终究是留不住财富。辛苦赚来的钱财，要么意外损耗，要么诸事破费，终究两手空空。这便是命理中最基础的因果：亏妻者百财不入，爱妻者风生水起。第二种现世报，家道衰败，子孙受困，家庭福气层层消散殆尽。严氏家训治家篇有言：夫不义，则父不顺，家必败，道尽治家真理。婚姻家庭的崩塌，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而是长期内耗的结果。男人身为一家之主，若是心胸狭隘，毫无担当，家庭必然难以和睦。很多男人婚后心态失衡，总觉得自家妻子不如旁人，满心挑剔苛责，嫌弃妻子容貌不复青春，嫌弃妻子不懂打扮，嫌弃妻子厨艺平庸。哪怕妻子兼顾工作与家务，日夜操劳顾家，依旧得不到半句体谅。这类男人回家便做甩手掌柜，沉溺手机娱乐，对家事全然不管不顾。他们看不见妻子的辛劳付出，只会盯着细微瑕疵，不断指责挑刺。妻子既要挣钱补贴家用，又要包揽育儿家务，身心俱疲，满心委屈。长期的付出不被珍惜，反而受尽苛责，内心的凉意会不断累积加深。夫妻二人便会陷入频繁争吵的循环，3日一小吵，5日一大吵，家中整日鸡飞狗跳，乌烟瘴气，没有半点温馨暖意，只剩无尽内耗。这种糟糕的家庭氛围，伤害的不只是夫妻感情，更会拖累子孙运势。我身边曾有一位名叫老张的同事，便是最鲜活的现实案例。老张常年对妻子百般挑剔，婚后数十年从未停止指责与消极打压。他总拿妻子和外人对比，放大妻子的缺点，忽略妻子所有的付出。长期的家庭争吵，让整个家的福气不断流失，诸事不顺接踵而至。最让人惋惜的是，父母糟糕的婚姻状态，深深影响了孩子的三观。老张的儿子如今30有余，心智成熟稳重，却始终不愿婚恋成家。孩子从小目睹父母争吵内耗，对婚姻充满恐惧，不敢踏入亲密关系。他害怕重蹈父辈覆辙，陷入互相消耗的婚姻，故而选择独自生活。与此同时，老张打拼11年的小生意始终磕磕绊绊，难以做大做强，常年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，没有多余积蓄，人生处处充满局限。这便是家不和则事不成的真实写照。夫妻离心离散，福气必然消散。男人亏欠妻子的每一分温情，最终都会化作阻碍家庭发展的壁垒。女人下定决心嫁给一个男人，是赌上余生的信任与真心托付。她怀揣着对未来的期许与对爱人的信赖，奔赴一场一生的相守。若是婚后受尽冷漠与苛待，真心被消耗，热忱被磨灭，满心只剩失望。妻子的心彻底寒凉之后，便不会再用心维系家庭，家道必然逐步衰败。所以，真正通透的男人，遇事都会学会冷静克制，懂得权衡轻重利弊。争执来临之时，只需停顿5秒，静心沉淀，便可知伴侣远比输赢重要。
善待妻子从来不是单纯的情爱付出，而是守护全家的福气与未来。第三种现世报，人情淡薄，贵人远离，一生难得真心相助的机缘。很多人误以为运势机遇只靠能力争取，实则人品心性才是核心根基。命理之中讲究阴阳相生，待人处事的态度直接决定个人福报深浅。对妻子的态度最能暴露一个男人的真实品性与底层人品修养。对外人客套温和是世俗伪装的修养，对家人温柔善良是骨子里的善良。一个连朝夕相伴、真心待己的妻子都容不下的人，心性必然狭隘刻薄。这类男人习惯消耗至亲的包容，透支身边人的真心，不懂感恩珍惜。他们在外的温和有礼皆是表象，内里自私凉薄，不懂何为责任担当。职场、商场与人交往，短期可凭借话术伪装博取他人的好感信任，但时间终会揭穿人品底色。心性凉薄之人，终究留不住贵人相助。天道酬善也惩恶，一个人的福报圈层，永远匹配自身的言行心性。曾经有位商界前辈说过：识人看品，先看其如何对待结发妻子。对待妻子宽厚体恤的男人，大多重情重义，值得相交合作托付；对待妻子刻薄冷漠的男人，往往自私利己，遇事只会权衡利弊。没人愿意真心帮扶一个凉薄无义、不懂珍惜枕边人的功利之人。所以很多男人明明能力出众、人脉广阔，却始终难成大事。核心原因便是常年苛待妻子，损耗福报，隔绝了身边的贵人运势。当一个男人习惯性打压消耗至亲，身上会萦绕厚重的负面气场，这种气场会潜移默化劝退贵人，阻隔机遇，让人生路越走越早越窄。贵人运势向来偏爱心性宽厚、家庭和睦、心怀感恩的正善之人。亏欠妻子凉薄家事的男人，自带隔阂气场，难纳福气贵人。这也是命理中暗藏的隐性报应，看似无迹可寻，实则贯穿人生全程。第四种现世报，晚景凄凉，孤独终老，余生无人暖心相伴相依。老话常言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患难真情最值得一生珍惜守护相伴。婚姻的本质是风雨同舟，冷暖相依。年轻时的姻缘，注定晚年的果报。很多男人年轻时意气风发，恃宠而骄，肆意伤害陪伴自己的妻子。他们贪恋新鲜感，嫌弃原配妻子平淡无味，抛弃妻子，追逐浮华虚妄。殊不知，人生最珍贵的福报，从来不是外界的浮华，而是家中的温情。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陈俊生，便是这类男人的典型缩影写照。他原本拥有安稳幸福的家庭，妻子温柔顾家，生活平淡顺遂无忧。可他不懂珍惜当下福气，被外界的新鲜感迷惑，执意背弃原配家庭。他狠心抛弃陪伴自己多年的罗子君，选择与心机现实的林林相伴。短暂的新鲜感褪去之后，现实的功利与算计彻底包裹了他的生活。新的伴侣满心利益权衡，没有半分真心温情，只会算计利弊得失。他的生活陷入无尽琐碎与纷争，事业运势接连受挫，日子愈发压抑。反观被他辜负抛弃的罗子君，在绝境中涅槃重生，愈发独立优秀。最终陈俊生落得家庭破碎，身心俱疲，孤独无依的凄凉结局。荧幕剧情皆是人间百态的提炼，现实生活中此类案例更是数不胜数。我早年有一位邻居长辈，年轻时家境尚可，心性浮躁，不懂珍惜。他厌倦原配妻子的朴素陪伴，迷恋外面的新鲜感，执意背弃家庭。他全然不顾多年夫妻情分，无视2个年幼孩子，狠心离家与他人同居。
数十年的岁月流转，浮华散尽，人至暮年，身体机能日渐衰败。当他身患疾病，无人照料，需要贴身陪伴与悉心照料之时，尽显凄凉。相伴多年的新伴侣见他失去利用价值，立刻收拾行囊，转身离去。对方远赴外地照料自己的孙辈，对重病缠身的他没有半分眷顾。而他当年狠心抛弃孩子，未尽过半份父亲责任，子女早已心生隔阂。孩子们自幼缺失父爱，见证父亲凉薄，自然不愿晚年为他尽孝。最终这位长辈只能独自往返医院，孤苦伶仃，无人问津，无人陪护。年轻时肆意亏欠妻子的真心，晚年便要独自承受孤独无依的苦果。世间所有感情皆是双向奔赴，付出真心方能收获温情与长久陪伴。夫妻本是余生最亲的亲人，风雨同舟方能相守一生，岁岁年年。男人年轻时消耗枕边人的温情，晚年必然无人暖心，无人托底。命理因果从无偏袒，所有当下的亏欠都会化作晚年的凄凉境遇。人生下半场拼的从不是财富地位，而是家庭和睦与身边的温情。礼记中有言：夫妇和，家之肥也。短短6字道尽人生顶级运势。这里的肥并非单指财富丰厚，更是家道兴旺，人心安稳，福气绵长。夫妻和睦同心，家庭便会凝聚无限正向气场，滋养家人一生运势。丈夫体恤包容妻子，妻子温柔守护家庭，双向奔赴便是最好的家风。家有贤妻相伴，胜过万顷良田家财，是一个男人一生最大福报。善待妻子从来不是吃亏退让，而是一个家庭性价比最高的投资。这份投资无需巨额付出，只需日常多一分体谅，少一分苛责抱怨；只需遇事多一分主动分担，少一分甩手推诿，多珍惜，少消耗彼此。婚姻从来不是彼此博弈的战场，而是两个人携手余生的避风港湾。中年夫妻的最大智慧，便是停止互相消耗，成为彼此余生的依靠。人这一生所有的福报运势，终究源于良善心性与和睦的家庭氛围。懂得珍惜枕边人，善待结发妻，方能守住家财福气，安稳走完余生。很多男人终其一生都在向外求索福报机缘，却忽略了最近的福气就在身边。他们执着于求财、求运、求人助，却日复一日消耗着家中最珍贵的枕边福气。命理之道讲究内外相应，外在的运势顺遂，永远离不开内在的家庭安稳。一个男人若是在家中霸道自私、冷漠寡情，在外在圆滑也补不上福报的亏空。妻子是家庭福气的承载者，也是男人一生运势的守护者和加持者。你对他的每一次包容体谅，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积攒正向的因果福报。你对他的每一次刻薄冷漠，都是在一点点损耗自己的人生气运根基。生活中不少男人觉得夫妻争吵只是小事，吵过闹过便会烟消云散无痕迹，殊不知情绪的伤害从不会凭空消失，只会沉淀为家庭的隐性负能量。妻子长期积攒的委屈与寒心，会慢慢压制家庭的生机，锁住全家运势。看似普通的家庭争执，实则是在一点点拆解自己的财运福气与人生机缘。真正懂命理、通透人生的男人，从不和自己的妻子争高低、论输赢。他们深知婚姻无胜负，家庭无对错，赢了口舌之争，输的是半生福报运势。愿意低头让步、包容妻子的男人，不是懦弱无能，而是深知因果、敬畏天道。这类男人懂得守护家庭和气，懂得珍惜枕边真情，自然容易福气缠身。反观那些事事较真、步步紧逼、苛待妻子绝不退让的男人，大多命运坎坷。
他们一生奔波劳碌，费心费力，却总是收获寥寥，难有安稳顺遂的日子。究其本质，就是常年亏妻好福，让自身的人生气场始终处于亏损状态。世间所有的福报回报，都是一点一滴善意付出积攒而来的必然结果。没有凭空而来的顺遂运势，也没有无故降临的凄凉晚景与人生磨难。年轻时善待妻子，包容家庭，中年便会事业安稳，家宅和睦，日子舒心顺遂。晚年便能儿孙和睦，有人尽孝，枕边有人相伴，安享平和喜乐的余生。反之，年轻时刻薄妻子，冷漠顾家，中年必多纷争阻滞，晚年必多孤独凄凉。这不是封建迷信的虚妄说辞，而是贴合人性天道的真实因果规律。人这一生最大的成功，从来不是坐拥多少财富地位和外界虚名光环，而是拥有一个和睦温暖的家庭，有真心相伴的爱人，有懂事孝顺的后人。财富名利终会转瞬成空，唯有家庭温情和自身福报能够陪伴一生。奉劝世间所有男人，切勿再做亏妻好福的傻事，透支自己余生运势。多一份温柔包容，少一份苛责冷漠；多一份担当守护，少一份推卸自私。用心善待结发妻子，守护好家庭和气，便是一生最稳最真的改运之道。愿世间所有夫妻皆能褪去浮躁戾气，心怀感恩，珍惜彼此相伴，以温柔待爱人，以责任护家庭，让家有温情，命有福报，岁岁安康。以温柔待爱人，以责任护家庭，让家有温情，命有福报，岁岁安康。